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绿箭小队联合新绿箭抓捕了迪亚兹，将他送进了铁山监狱。不料迪亚兹想跟奥利弗1换1，结果千里送人头是个老坑逼。奥利弗最终重获自由，也不必再向世人隐瞒自己曾是绿箭的身份。在监狱的日子让奥利弗变得警惕，不太适应大众的生活。今天是他和费利西蒂的结婚纪念日，也是奥利弗要出现在公众前的日子。星城政界举办了一场晚宴，目的是整改铁山监狱。但说到底这群有钱有势的人根本不在乎罪犯们的死活。身为前任市长以及绿箭侠，奥利弗的出现成了全场焦点。更多人好奇他是否会继续成为绿箭。奥利弗很无奈，菲利西蒂将记者一一驳回。星城的腐败贪官满地走，跟绿箭有过节的更是数不胜数。奥利弗多是选择无视，走到了自己兄弟姐妹堆里才更自在。布拉德市长为奥利弗在监狱的行为颁奖。说话间灯光骤灭，阴暗处接连射出2箭，有人牺牲。奥利弗抓住了空中的箭，定眼一看，绿的。市长和其他人一口咬定是新绿箭所为，可绿箭团队并不这么想，他可是帮忙抓捕了迪亚兹。监狱里的经历让奥利弗更加严谨，他想进一步确认新绿箭是否值得信任。第二天，奥利弗拿到了新绿箭的所有行动资料，此人专业严谨，一丝不苟，箭术可能和奥利弗都不相上下。从现场拿来的箭来看，材质和工艺都和新绿箭匹配。监控虽然没有拍到凶手的真容，但飞行轨迹让奥利弗看出了端倪。凶手的目标是市长身边的克莱顿。这个人贼有钱，为贫民窟建设了诊所，新绿箭肯定不会针对此人，凶手指定是模仿者。瑞内当晚秘密会见了新绿箭，当他看到随行的奥利弗和戴娜时，转身就走。奥利弗立刻追上去，新老绿箭的追逐战上，奥利弗输在了没带设备。但有一件事情证明新绿箭和此事无关，因为昨天晚上同一时间，克莱顿嗝屁了，而且临死前的架势正准备逃离行程，想必此人生前知道点什么。在此之前还有一名受害者，与克莱顿相似的是，他们都曾在大学里加入过同一个社团，而这个社团还有一名成员马克思。马克思介绍自己正玩一种虚拟货币，那玩意儿老赚钱了，存 U 盘里就行。奥利弗感觉这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起身便要离开。回到家，奥利弗把事儿跟费利西蒂一说，打算查查马克思是否在隐瞒什么。忽然闯入一杀手，奥利弗3拳2脚将其撂倒，费利西蒂也偷着手枪指着歹徒。这一幕给奥利弗看傻了，你不是很讨厌暴力吗？费利西蒂一枪制服了企图逃跑的歹徒，随后将他送到了警局。对于费利西蒂用起枪这件事儿，奥利弗很生气。费利西蒂认为是奥利弗自首进监狱，抛弃他们母子在先，自己这样不过是想要一点安全感。天会一查发现，这人代号镜像杀手，专门模仿作案。镜像杀手随身携带一个 U 盘，跟马克思手里的一模一样。奥利弗断定这件事跟他脱不了干系，肯定是为了钱财谋害了社团2名成员。但马克思天天待在夜店，人多眼杂，纷乱如麻，警方难以行动。众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让奥利弗回归。这次奥利弗没戴兜帽，也没戴眼罩，闯进夜店对症下药，吓得马克思鸡飞狗跳。随后配合戴娜替天行道，一夜之间监控录像火遍全网。奥利弗以绿箭身份回归，市长本想抓捕他，但被戴娜果断回绝。他以局长之名聘请奥利弗，或者说是绿箭，成为了警方特别助手。再加上监控录像掀起的正能量，奥利弗成功变成了一名合法治安维持者。在他入职转正的期间，又有一个女绿箭出现在了星城，他有条不紊地干掉了名单上的人。当晚潜入塔里斯公司的机房盗走了数据，离开时被保安枪击。夜里遛弯倒垃圾的瑞内恰好碰到了他，出于好心救了女绿箭。这件事在警局引起不小的轰动，一个新绿箭就够头疼的了。戴娜得到了现场的血迹，官方流程都懂得，起码要1个星期出结果。奥利弗只能带着血样找到了费利西蒂，结果显示对方是女性，并且和奥利弗有血缘关系，她就是刚被瑞内救下的女绿箭惠梅子。费利西蒂翻阅了奎因集团往年的汇款记录，发现一条账单，顺着线索往下查，找到了父亲罗伯特生前留下的一封信。他爱过一个日籍女子，并拥有一个女儿，最后迫于莫伊拉的压力抛弃了他们。奥利弗想要替父亲弥补这一切。另一边，惠梅子一直在寻找杀害母亲的凶手格摩根。早前闯入机房也是为了查找资料，瑞内一直在帮助他，因为瑞内在惠梅子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，希望自己能成为惠梅子生命中那个指路的绿箭。抓捕了格摩根后，惠梅子得知此人并不是凶手，背后另有其人，这让他几个月来的努力付之东流。惠梅子在母亲的墓前发誓一定会找到凶手。此时奥利弗走了过来，与这个妹妹重聚，他希望惠梅子能给自己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可奎因家族对惠梅子的伤害太大了，他不接受这个哥哥。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转变了想法，当年的沉船事件，罗伯特为了守住奥利弗，在自杀前
枪杀了自己的员工，而那名员工的家人来寻仇了。因为这件事儿，奥利弗再度成为了舆论的焦点。员工家属为了寻仇，发誓每分钟会干掉一个人。奥利弗联合警局抓捕了他，但所有人都没有伤害男人。事后，奥利弗在媒体前公开讲述了当年沉船事件的经过，并且对受害者家属表达歉意，自己也愿意承担父亲的过错。节目一经播出，惠美子就被这个素未谋面的哥哥所打动，勇于承担家人的过错。也许他和罗伯特不一样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奥利弗继续担任合法绿箭，帮助星城警局解决了不少麻烦。其中有个人为这一切付出了很多，他是昆汀。6年间，他从抓捕奥利弗再到和奥利弗合作，昆汀走过了别的警察不敢走的路。有时在星城这种城市，警方保护不了百姓，但绿箭可以。凡事总有两面，也有人对治安维持者持有异议。从星城到中城再到哥谭市，治安维持者都是当地舆论的中心。直到2018年12月，星城聘请奥利弗担任警务人员，这一行为史无前例，打破了数十年来的平衡。从那天开始，奥利弗的生活变得更好了，不必再戴上面具做人。关于这段治安维持者的纪录片里，奥利弗所有的朋友都十分支持他的选择。媒体翻出了7年前迪哥的录像，录像里的他一口咬定奥利弗不是绿箭。摆到今天一看，迪哥也只能是打着呵呵。在这群反对者里，星城市长布拉德就是其中一员。在一次行动中，奥利弗和警方在现场看到了受伤的瑞内，从他口中得知了有几个狩猎者专门猎杀治安维持者。而今晚，惠美子被活捉，小队给他命名奇美拉。奥利弗动用了天眼会的资源寻找妹妹，并且得知自己是下一个狩猎对象。可今天晚上，自己和布拉德市长还有一场辩论会，如果奇美拉出现，肯定会引发无辜人员伤亡。迪哥反而想借这个机会抓捕他，并且重启了绿箭小队。辩论会上，小队四面埋伏，果不其然，奇美拉出现，但他的战甲刀枪不入，火力又贼猛，奥利弗他们根本拿奇美拉没有办法。在后台的费利西蒂发现这身战甲出自维恩科技，通过设计图找到了战甲的弱点，绿箭小队朝着弱点一拥而上。奥利弗抓准时机射出一箭，一击即中，装甲瘫痪，正要上前逮捕。市长带领一票警方赶到，奥利弗合法了，不代表绿箭小队合法，他要以治安维持者法规逮捕迪哥等人。为此，戴娜提出了辞呈。布拉德突然想开了，如果昨晚绿箭小队不在的话，现场肯定会死伤无数，所以他决定退一步。没等两人说话呢，布拉德开口道：“把嘴给我闭上！我说一个数，6个勋章，明天绿箭小队一人一个。”有了这动力，奥利弗打算重建基地。绿箭小队合法的1周后，罗罗和戴娜接连收到了威胁字条，接着就是瑞内跟迪哥。送信者带有明确的报复目的。奥利弗这会儿忙着解决儿子被开除的事儿，威廉倒也实诚，他利用了父亲曾经教他的办法，打断了同学的鼻子，结果就被开除了。在他最需要父爱的时候，奥利弗选择进了监狱。这种伤害是最实质的。更麻烦的是，威廉的姥姥姥爷赶到了星城，他们认为威廉跟着奥利弗并不安全，所以打算争夺抚养权。儿子的事让奥利弗十分头疼。关于威胁字条的事儿，此前戴娜进行过一番调查，也和忠诚的辛格队长有过交涉。他们发现有8起案件都出现过这种威胁字条，死者没有反抗的痕迹，血里充满了镁元素，且血红细胞偏低。市面上有一种叫做米库氯胺的药物就有这种效果，又被叫做神经肌肉组织剂。在奥利弗忙于家事时，戴娜等人已经查到了这种药的购买记录。当月只有1个收货地址，戴娜赶到时背后一身发凉，墙上贴满了他们的资料，对方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，且对奥利弗极其痴迷。戴娜震惊之余忽略了身后，男人一刀下去直接割喉。队友赶到后，戴娜已经陷入休克。柯蒂斯连忙掏出蛋蛋，利用红外激光的高温止了血，戴娜这才被送往医院急救。回过神的迪哥看着桌上的资料，他意识到对方真正的目的是奥利弗。此时奥利弗正与妻儿吃着晚餐，三人越吃越没力气。奥利弗回眸望去，汉克戴着防毒面具走了进来。他认为自己最了解奥利弗，最适合跟奥利弗成为搭档，其余人都是挡路者，甚至把威廉视为了未来的阻碍，准备提刀了结这个隐患。父子心切的奥利弗肾上腺素暴增，动用自己最后一丝力气，用酒瓶砸晕了汉克。待小队成员赶到后，将汉克绳之以法。众人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。幸运的是，戴娜保住了性命，但她因此失去了确吼的能力。威廉也决定跟随姥姥姥爷去生活，让父亲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守护星城。费利西蒂接起了一通电话，听到那边的声音后，他心事重重地望向了奥利弗，因为此时他已经孕有了奥利弗的孩子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